哎，大家伙早喽！10月31号星期二，看在屋里在室内录视频了。正如昨天说的那样，今天咱们回评论准备了好多的评论，咱们就直接开始。第一位小伙伴特别逗，北马308完赛需要您夸一下，夸一下，夸好几下都可以，我们可以一起夸一下。我能理解，我感觉这位小伙伴应该是，实现了一个自己赛前没有想到的成绩，就像我那年纽约一样，应该是很兴奋的。第二位小伙伴说，跑步的数据是怎么导入到 B 站画面中的？它不是导入到 B 站画面中的，也不是像有的小伙伴问的是怎么拍进画面中的，它是有后期制作的过程的。这个也不说复杂吧，它反正都是公开的东西，有免费的方案，也有付费的方案，但是都得自己琢磨一下。我也是，你们看我这2年的画面，从没有到有，到一开始这样，到现在这样，都是慢慢琢磨出来的。关注咱们频道3年，户外跑了3年，前期呢很多问题都是在咱们这个频道里得到了解答。但是从今年初呢，气管不好了，医生说是冷空气下导致轻微的哮喘，所以今年入冬就开始在跑步机上度过。就想了解说，4个月跑步机的训练对一个3小时30的选手会有什么影响？3小时30的选手，坦白讲影响不大。但是呢，您要是说3小时以内的选手全靠跑步机，我个人认为不行。跑步机是辅助训练的手段，比方说，有的专业一点的选手用跑步机是为了更稳定的配速的那种训练，或者是呢，在一些天气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，或者是在自己的身体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下，这些时候呢，跑步机是一个辅助训练的手段。我觉得跑步机不能作为马拉松的训练的全部，或者说大部分。关注了很久，第一次给您留言，有个问题请教不敢当，半马比赛前有必要做碳水超补吗？半马比赛前没有必要那么系统，就像那天我说一个小伙伴说的特别好，全马拼的是能力，半马拼的是毅力。半马拼毅力的话，碳水超补是有用的。我一般就是周五一整天不吃了，就完全几乎不吃碳水。周6认真吃2顿，早上跟中午，晚上少吃一点，也就这样了。57岁，跑步1年半，昨天首马长沙3小时58，厉害啊！没有伤痛，没有抽筋，没有撞墙，中途还上了个厕所，可以黑了个脚指甲，这个没事儿，顺利完赛。达成了破4的目标，满意了。后边10公里掉速太厉害，以后多拉长距离。您说的特别对，一般是这样，就是不管您跑了多少公里，在跑步的前2、3年，后半程掉速，后10几公里掉速抽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这个其实，就是跑的时间还短，您的身体还没有适应跑步的这个感觉。黑指甲这个事儿不可避免。有的人说鞋大鞋小，但是其实同一双鞋有的时候不同的状态下也会造成黑指甲。我无锡的时候穿的那双橙色的1代的 Vaporfly 就黑指甲了。但是呢，我负重心还有之后的还有一场比赛，还有去年的北马都是同一双鞋，我也没事儿。这个就是看您当时的状态。无锡当时的状态我说过很多次，就是赛前2周我跑了1次全马，就感觉特别累，状态也就不好。一个大3学生月跑量300公里，早上5点半起床，晚上11点睡觉，午睡1个小时，总觉得平衡不好学习和跑步还有生活，甚至连吃饭认为消耗了过多时间，总觉得一天24小时不够用，想听听建议。年轻人确实是需要更多睡眠，您11点睡5点半起，确实睡得有点少，才6个多小时，对吧？然后您午睡1个小时也就7个多小时，像您这个年纪，我觉得睡到8、9个小时可能更合适。人睡少了就是会焦虑，而且是这样，我的感觉是，你看我也早起，但是我不晚睡。我有时候如果说没睡好，早起睡得少了，虽然我一天总醒着的时间变长了，或者我干的事儿变多了，但是我还是会有时间焦虑，不自觉的就会有那种时间焦虑，可能是跟睡眠有关系。但是您1个月300公里，我不知道您跑多快，300公里对在校大学生来说，我觉得坦白讲还好，因为您没有上班的人或者其他
像我们这种有额外的事情啊，有通勤啊等等，你可能一直都在一个环境里生活，在学校里跑，在学校里学习，在学校里生活，在学校里吃饭。300公里我觉得还可以，您其实就是还没有习惯，或者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节奏。其实节奏可能比较重要。这个具体的我帮不了您，但是我觉得您现在的总体的量问题不大，可以坚持下来试一试，也许什么时候就找到好的节奏了。31岁，目前跑了8个月，11月中旬参加一场半马，前2天自测15公里，5分05到5分10的配速比较轻松，想破150，但是由于一直是夜跑，晨跑就特别的不太行，怎么办？晕晕乎乎的。这个我之前也分享过，我之所以从平常我原来也不是夜跑，我现在就白天跑，从白天跑变成了晨跑，我主要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适应各种比赛。还有就是那段时间在新加坡生活太热了，那个时候才养成了很早晨跑的习惯。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对我非常有益处，因为晨跑不管跑不跑，起得早了以后，你在比赛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醒了很久了。我们总发现说，为什么下午有时候状态比上午好，在跑步的时候，它其实跟这有关系。我刚醒的时候4点多3点多我也跑不了，但是我5点多才跑，我那时候已经醒了1个多小时了。所以就会好一些，所以我才总说马拉松比赛那天要早起，7点半发枪，4点半就把早饭吃完是比较合适的。您可以试试，慢慢调整一下，或者说您调整不了，那就在比赛前1周，您慢慢的把生物钟调一调，每天早起一点，每天早起一点，每天试一试早上起来发枪那个时间跑步的状态。这个只能是自己去适应，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。那天我生病那天，生病第1天，小伙伴说，如果是我就彻底休息，马拉松不必太执着，244的成绩可以了，以后目标保证破3，心态、身体、健康、家庭都会更上一层楼，当局者迷。谢谢您的提醒，但是是这样的，我没有迷，我没有什么过多的追求，我可以坦率的告诉您，我内心中对成绩是怎么想的。我已经不执念于240了，因为我觉得240是运气，不240是本分，这个是我的一个心态。我现在练的也不是太严重，之所以起床去跑步，主要的原因就是习惯了。然后不跑，觉得身上不舒服，就像您说的，如果我不跑呢，可能心态、身体、健康、家庭就会不能上一层楼了。这个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吧。但是该休息的时候我就休息，今天我就休息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可能还会再休息。我一会儿跟大家聊聊我的这个感冒。24岁开始接触跑步，看了你之前的视频，决定秋冬开始堆跑量。但是呢，有氧是看心率还是看配速？昨天晚上跑了7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50，心率140。这个心率基本上差不多有氧心率的中间水平吧。有氧肯定是看心率啊，因为你要看你的心率高还是低，太低了就达不到有氧运动的区间，太高了呢，你就变成无氧占更多了。所以有氧跑还是看心率，不管快慢吧。但是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，如果您的有氧心率在6分半以外的配速，我说男性啊，那您得先想办法把配速提高一些，否则的话，这个有氧跑的心肺是锻炼了，但是对您的整个身体的肌肉和关节的锻炼效果有限。然后下边一大堆问题都是同一个小伙伴提的，因为他说的特别简练，而且列了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觉得特别的下功夫，我就尽量都说一下。大河原先生就是我老说的老哥，为什么字幕里你们看到是大河原先生呢？因为我的字幕翻译成日文跟英文，翻译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老把老哥翻译成老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让觉得不尊重人家，所以我在字幕里都说他的姓，他姓大河原，不是大河原，大河原是他的姓啊。月跑量多少？是总不休息嘛 ？PB 是251嘛？他 PB 好像是252，所以他才说目标是250，251也能接受。然后他是不怎么休息，我观察就是不怎么休息。你们看周日他跑了一个全程马拉松的比赛，然后昨天早上跑了10公里，今天出差了，出差还跑了3公里，而且是跨大洲的出差，特别厉害。一个月他能有600-700公里，但是主要集中在比较慢的速度上，因为跟年龄也有关系。
世川先生是四川还是石川？四川啊，城市的市，川就是四川的川，世川先生啊。十分看好博客近期破240，因为看出进步很大。请问破240后会不会瞄着235？235之后会不会瞄着230了？这想听真心话。真心话就是刚才我说的，我觉得是进步很大，但是在全程马拉松面前，这些进步微不足道，甚至不值一提。比方说我的速度能力进步了，但是付出了一些代价，就是我跑量变少了，我会担心后程会不会掉速。就像波士顿那样，虽然波士顿有天气和心理的因素，但是感觉没有像去年跑北京的时候那么从容。这个是一方面。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240真的不是说说就能实现的，在我看来，就我练这1年也达不到。我觉得我现在的真实的能力，就是我发挥出100%的能力，可能在2小时41到2小时42左右。真心话。所以破了240、235这件事情，在我看来，就我的资质，还有我现在的训练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。理智的说和不理智的说都不能达到。怎么能达到呢？可能我完全脱产，就像川内优辉那样，但是我到这个年纪不太可能，因为恢复不过来了。235今生是不可能的，240看运气吧。谢谢您啊。阈值跑是比马拉松配速再快10秒吗？这个就像我们总说最大心率怎么算一样，它都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。有的人可以在阈值情况下跑下全马的，这个人跟人不一样。但是对大多数来说，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范围没有问题，或者您就这么说吧，您就是10公里的最佳配速再慢1-2秒。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跑10公里是不会跑到最后完全就100%力竭的，因为10公里不长不短，您还是会留有余力。就是如果您10公里能不掉速，在这速度下跑下来，基本上它差不多就是您的阈值配速。这位老哥是84年12月的，上个月淄博最大心率冲到了196，感觉心脏呼呼在跳，有点害怕。最近4个月月跑量都是300加，有危险吗？这个我不是专业的大夫，但是如果您明确您没有基础病，那我觉得能跑到这个程度呢，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危险，肯定是只要运动或者做一件事都有危险，但是危险没有那么大。不过196是挺吓人的，就像那天我在长居公园，我觉得现在我的这个状态不好，主要就是因为那场比赛太拼了，那场太热了，最后2公里我回看都是189，基本就是我的最大的心率，是有些吓人。我能理解您的心情，偶尔1-2次没关系，但是之后注意恢复。刚关注北京雾霾怎么破，前3天雾霾，为了保持跑量，只能这2天跑40多公里，然后接下来4天雾霾，没法保持一个状态，先几天退步不少，这个没办法。而您很厉害，您能把3天的跑量用2天找回来，这个我很敬佩您。北京雾霾其实坦白讲啊，这2年好多了。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是2014年底，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候，或者真在那时候在北京生活过来的小伙伴，几乎秋冬季是没有好天气的，200-300很正常。我特别记得2014年的北京马拉松，那时候我还不跑马拉松的，看电视，那天也是重度的雾霾。然后后来15年的时候好像好一些，之后我也参加过雾霾的马拉松跟比赛，甚至跑步，这没办法，就看您想要什么。您要说1-2次雾霾跑步就能让身体怎么着，这个我不同意。我觉得人跟环境都是互相适应的，就是雾霾给你造成的伤害和锻炼给你造成的好处会抵消，但是呢，不知道谁强谁弱。所以我雾霾的时候也照常训练，这没办法，因为我想要一个不错的训练状态。这个您也提到了，您理解对吧？这个每个人选择都没有错，雾霾休息我是支持的，没有错。路跑怎么避免意外？坦白的说，不能完全避免，因为您谨小慎微，您遵守规则，也总有不小心和不遵守规则的人。只能是您看非洲专业运动员在那么空旷的东非高原上跑步，还有被撞折腿的呢，这个真的是有时候挺难的。咱们频道里那位小伙伴，还有昨天说到的小伙伴，都是很意外的。只能是祝大家咱们都好运，
不过我还是喜欢路跑，我在这儿最怀念的就是在北京的自行车道上跑步，真心话。昨天北马 PB 了1分钟，从239提高到了238，而且是1个月之内，明显感觉比赛中找到了和自己水平差不多的人和小团队，比一个人单兵省力太多。看我之前的视频都是一个人跑，希望下次找一个人跟一跟。我也想啊，但是为什么付中心能跑2小时44啊？不就是跟了女子第一吗？对吧？是跟一跟会舒服得多。但是去年的北马跟我节奏相同的不多，在卫星桥那20多公里的时候，一直到林翠路那儿，林翠桥那儿一直是跟了两个人，一位小伙伴，我前2年就看见他了，穿一个背后印着黑马的黑色的衣服，戴一个眼镜，我不知道那小伙伴叫什么，还有人在路边给他私补。我那年也是跟着他，但是我觉得他跑得比我好。然后林翠桥右拐那个4环那个上坡那儿，他掉了，之后就不行了。然后呢，最近这2次比赛确实没有太合适的能跟的节奏。东京的半马跟了跟有合适的小伙伴，但是到最后也都岔开了，中途都是有跟的，只有去年的北马是完全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跟随。确实您说的非常对，比赛前一天总是睡不好，可以提前吃点药吗？可以，就是如果您有褪黑素可以吃褪黑素，但是褪黑素可能劲儿不够大，或者是说呢，假设您有睡眠障碍，去看过医生有处方的话，处方药也是可以的。因为我其实是有一些睡眠障碍的，就是有的时候会睡得特别不好，大多数时候没事儿，所以我会去看医生开处方药，但是吃的很少，就是第2天有重要事儿的时候，我会吃药睡觉。追随频道几个月，43岁了，为了出马跟着330的课表训练，这3个月跑了340、360、400，11月26号比赛，预计开始减量，预计开始逐周减量，最近4周减到第1周87，第2周86，然后72、43，合适吗？会不会太早？不会太早。第一，43岁年龄不小了，又是首马，一定不要让身体在疲劳的状态下去参赛，因为到这个年龄恢复能力不如年轻人。而且您减的其实不慢的，减的不慢，可以的，甚至我建议您最后2周减的再多一些都没问题，多做短距离的速度训练，因为到这个年龄速度能力其实是更薄弱的。好，我准备的评论都回完了，剩下的就跟大家聊聊我这次的感冒。我去确认了，我就是流感了，并不是疫苗的问题，就是赶巧了。因为我是上周一接种的疫苗，上周6跟上周日忙碌了2天，暴露在了特别拥挤的环境下，暴露了2天，可能就已经生病了。因为我的回忆也是，周一早上我跑步回来21公里回来，我就感觉肌肉有些酸痛，觉得没有那么轻松。之后中午就去接种疫苗，所以可能他又把我这个病程加重并且加长了，我到今天还不太行。虽然大家听我说话可能好多了，但是会有偶尔的咳嗽，然后嗓子和鼻子分泌物也会特别多，而且状态不太好，比较累，只是不发烧而已。所以我现在有个暂时的决定，就是周末的这一场马拉松我可能不参赛了，很有可能不参赛了。有几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这段时间疲劳感特别的严重，我的分析就是成巨那场半马之后一直没有完全恢复过来，那场确实太拼了。东京那场其实不算什么，东京那场只是说延续了一些疲劳而已。第二就是2场半马让我的心态有些累，或者有些憔悴，就是这2场把我的精神意志消耗的比较大。第三呢，就是这场全程马拉松的报名当时有些草率，后来这边的好多小伙伴都跟我说赛道不好，并且好像不被日本田联承认的比赛，就是赛道丈量也好还是什么也好，沿着那个河边有土路有石子路的，这个我到时候再看吧，是看去玩一次还是就算了。我倾向于算了，我会在下2期找一期跟大家聊聊我没有参赛，就是 DNS 的比赛，就是根本就没有开始的比赛，特别的有意思。大家我也看有很多小伙伴因为工作因为生病因为什么放弃了比赛，我都能理解，就是我们
老觉得马拉松是个大事儿。为什么我们觉得马拉松是个大事儿呢？因为跑得少，你不可能老跑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距离长。第三，准备的比较辛苦，觉得不应该放弃，或者说失误了就怎么样？其实没事儿的，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开始，都是马拉松人生经历的一部分。我还没有完全想好，但是说句真心话，80%是想好了。也有小伙伴说，北马上来跑到第10公里就觉得240没戏了，就感觉不好，然后之后伴随着轻微的抽筋啊等等疲劳，247完赛。很理解，我去年的北马差不多就是这样，跑到10几公里感觉不行了，但是我顶了顶到28公里，我还在240的时间线，好像就比240慢了20秒，但是那时候感觉就不行了。其实到了北四环那儿，那位小伙伴掉了以后，我也有点不行，但是后来我顶住了，没有太掉。但是现在想想挺后悔的，我应该再顶一顶，因为我就差4秒那天的竞技时进到245。如果那天竞技时进到245的话，没准今年的北马我就飞回去参赛了，因为就直通了嘛。因为你不能让我提前2礼拜知道抽签结果再买飞机票，对吧？就差这一点，或者没准今年我就去柏林了，因为柏林也是245直通。但是这没什么，因为那天赛道上跑得很开心就够了。这就像我刚才说，为什么我对240没那么执念了呢？就是因为一是跑得多了，二是年龄增长了，三是呢有了我们这个频道和各位的陪伴和支持。我觉得生活中跑步是给生活加分的一个东西，而不是跟生活并行的一个东西。马拉松也一样，没准在这个心态下可能就能创造更好的成绩。就像今年我的5公里那个小测试，回头会认真找个好点的场所再测一次5公里跟10公里没有折返的那种。还有今年东京半马在那个雨天里我能发挥到这个程度，我都是很满意的。包括在长居那次特别热的半马，我虽然成绩一般而且很难受，但是呢我很开心，因为我顶到了那个状态，这放在以前的我是绝对顶不到的，这是真心话。这一年确实在这边的训练，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和跑团在一起的训练，那些小伙伴们也让我影响了我很多。比方说大河原先生影响我更多的是耐力，像本田先生的那种拼搏的精神，还有那天说的平田先生也是特别的认真，特别的努力，还有好多先生，后藤先生那么的开朗，然后前景先生那么的随和，对不对？而且也那么的努力。其实作为他那个年龄和工作忙碌程度，那么努力是很辛苦的。所以这些都是跑步路上的一些收获，我们更多的都是获得这些收获，要比获得一个成绩可能更好。成绩都是水到渠成，有的时候没有成绩是因为水还没到，而水到的过程呢，并不一定都是在训练和跑步中获得的，也可能是在一些其他地方获得的。那好吧，今天就录这么多，今天说的也有点多，室内准备的就比较充分。明天的强度课我还没想好怎么跑，咱们视频中再见吧。正好这一周调整一下，下一周就立冬了，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启冬训。最后呢，用那年取消北马的时候群里一位教练说的话来结束一下，当然不一定是原话。那一年北马取消，很多人都很遗憾，也是11月初，也是11月的第2周立冬。那位教练就说，忘记一切东西，开始投入冬训。那所以不出意外，我们下周忘掉一切以前的这些东西，不管是成绩还是失败，就认真投入冬训。那咱们回头再见，大家加油干！